印度时报报道啊，说路透社为此采访了印度外交部，但是对方拒绝发表评论。换言之，印度政府非常清楚地知道路透社打算干什么。于是路透社又去采访了不丹外交部，对方回应说，不公开谈论边境问题是基本国策。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敏。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西方媒体炒作中国在洞朗地区开展工程建设，印度外交部为什么一言不发？1月11号英国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数据分析公司浩克艾360通过卫星头像和分析，发现中国最近在中国不丹边境沿线开展建筑工程。这里到洞朗非常近，但是印度政府和军队却没有任何公开的反应。进入2021年之后呢，我们发现了一个新情况，就是印度在边境问题上嗓门依然很大，但是基本上不敢再搞什么前进政策了。而且军方和政府的高官呢，也很少再说什么大话。军方呢，一门心思去海淘继续从国际市场上寻找适合高寒山地作战的装备。政府呢，一方面笼统地表示要抵抗中国，另一方面信誓旦旦要推进武器装备国产化。但是在具体的边境控制权的问题上，整整1年，无论是军方还是政府，打嘴炮的都不多了。倒是印度媒体没完没了地引用西方咨询机构的说法，指责中国在边境附近搞高规格的民居，搞训练演习，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指责印度政府丧权入国。特别是2021年初当国内媒体放出2020年6月份加勒万河谷冲突期间解放军大量的俘虏印度官兵的视频之后，印度的媒体和议员更是群情激愤指责总理莫迪无所作为。奇怪的是，这个莫迪居然完全不回应这些指责，一直等到话题的热度消失为止。按照常理呢，中方在自己的领土上搞任何建设都是合理合法，不受任何外国的干涉的。但是2017年的洞朗事件当中，印度人还真是胆大包天。在印度看来，中方修路会提高部队的机动力，于是印军居然直接过界进入中国领土来阻止中方施工。我们国内的舆论呢，一直都在批评印度，说这个发展中的大国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打算继承英国的殖民传统，在战场上不经打，就总是想着扩张领土。从2021年开春到现在的事实证明，印度军政高层呢还不算太糊涂，能够看清楚自己和中国的实力差距，也能够意识到美国压根儿就不会帮助他对抗中国。所以印度方面总算脑袋清醒了一些，不再对中方在自己的领土上搞建设有什么非分之想。虽然在中印军长级会谈中，印度方面呢还是在坚持一些错误的主张，但是毕竟知道动口不动手了。当然，印度也在自己的时空线一侧积极的修路打隧道，但是西方国家很显然并不希望中印之间就这样偃旗息鼓保持和平谈判的状态。在2020年的下半年到2021年，美国的几家商业遥感卫星公司经常主动的发布卫星头像，宣布又发现解放军在边境地区搞了什么工程项目。美国、英国新闻媒体和自媒体还积极配合，用这些卫星头像配合立体地图，绘制出解放军的战场态势，唯恐印度社会舆论不知道情况。例如所谓的洞朗防空导弹阵地、藏兰的新村、班公湖码头、西部战区的机场扩建等等。印度并不是没有侦察卫星的，印度卫星的性能虽然赶不上美国，但在国际航天界还是有一席之地的。中方的边境地区的建设工程，印度军方绝对是清楚的，只不过他没有拿出来公布给媒体罢了。很显然，美国和英国这些国家这么做用心是险恶的。印度社会一直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很高的期望值。印度的前总理尼赫鲁曾经说过，印度以他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这句话让很多印度人有了不切实际的向往。2次印巴战争的胜利也让印度民众认为印度就是一个军事强国了，所以印度政府和印度社会一直不肯直面1962年输给中国的真相。
美国咨询机构在这样的舆论的背景下，把中方一侧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捅给印度媒体，就是要煽风点火，火上浇油，希望引发印度民众的怒火，逼着印度政府硬着头皮去和中国发生冲突。不过呢，印度政府也不是傻子。印度时报报道说路透社为此采访了印度外交部，但是对方拒绝发表评论。换言之，印度政府非常清楚地知道路透社打算干什么。于是路透社又去采访了不丹外交部，对方回应说，不公开谈论边境问题是基本国策。就在1月12号中印双方完成了第14轮军长级会谈，虽然依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印度方面是不打算把问题扩大化了，更不打算把其他国家扯进来，这应该说是一个好的开端。好，这句话就说到这里。